贫僧来此，错了吗？佛子被陈清源这几句话给说服了，他忽然觉得自己就跟个榆木脑袋一样。哎，没错，老和尚既然让你来了，肯定是有他的用意啊。如果错了，那就不可能同意。有道理，以陈施主来看，贫僧该如何是好？梨花宫没有将你驱逐出去，任由你在此等候，最起码对你不讨厌。既然等了，那你就一直等着呗。这里乃是梨花宫的核心区域，真要是不待见佛子，随便一名长老出面都可以将佛子赶出去。多谢陈施主指点。不用谢，我就是来看个热闹，顺带瞎扯几句。要是猜错了，你可千万别埋怨。贫僧其实不太理解，师父和梨花圣主若是理清了误会，为何上万年不曾一见？根据佛子从书中所知的男女之情，应是长相厮守，不离不弃，一刻也不愿意分开。可是老和尚和梨花圣主却是截然不同。这个问题很复杂，我回答不了。男女之情比佛门经文更难参悟，你最好不要陷进去了，不然想爬出来可就难了。贫僧一心向佛，绝不会动了凡心。和尚，咱话别说得太满了，感情这种东西可不是你能够掌控的。当年你师父都陷进去了，倘若你要是碰上了，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。恰在此时，有一人从梨花宫的山门处走出，来者正是梨花圣女王淑彤。两位请入内做客。我没想进入梨花宫，只是过来与佛子打个招呼，做客的话没这个必要吧。莫非陈公子看不起我梨花宫？王淑彤直接给陈庆元扣了一顶大帽子，这话说的搞得陈庆元没办法拒绝了。此刻要是转身走了，肯定会被他人误会，从而和梨花宫结怨。绝无此意，我只是没带什么礼物，空手入门不太合适。来者是客，怎能索要礼品？梨花宫的茶水苦涩，陈公子莫要嫌弃才是。而陈清源前脚刚到这儿，这梨花宫高层第一时间就发现了，于是王淑彤得到命令，亲自出门迎接，将陈清源请进来做客。还请圣女带路，希望二师伯就在附近，不然梨花宫要对我动手的话，我有100条命也跑不出来。圣女还有别的事情吗？没有，只是想请陈公子进来喝杯茶水而已。王淑彤性格孤冷，生来如此，谁也没有办法与他靠近。门内弟子都畏他如虎，高层长老也会与之保持距离。真的只是喝杯茶吗？三丹同体，无上根骨，这样的妖孽古籍中从未有过记载。佛门院将上任住持的舍利子相赠于他，这摆明了是想结下一段善缘呐。老实说，如果他背后没有道医学宫的话，咱们可能很难压制得住内心的欲望。世上有着不少的邪法，能将他人的道骨嫁接于己身，虽然风险不低，但值得冒险。圣主早就下了死命令，谁要是敢对陈庆元暗中下手，必是死罪，不可赦免。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某些高层最多只是在心里想想，并不敢付诸行动。这孩子的品性其实很好，除了贪财腹黑以外，其他的地方都很不错，重情重义，不忘旧宗，天赋异禀，实力位于同辈的顶端。梨花宫将陈清源的来历调查了很多遍，对其十分了解。如果能撮合他与圣女，岂不是一件美事啊？也不知是谁提了这么一句，这话一出，很多长老的眼中都放出了光。圣女的性子太过清冷，不可能同意的。再者，即便圣女没有意见，也得看陈清源这小子的意思。事在人为啊，咱们可以暗中助力。若是真的成了，梨花宫与道医学宫趁势结盟，必是强强联合，少说也能繁华数万年。这事儿啊，得由圣主来决断。要真能成，本座自然同意。
只是小辈们的感情之事不可强求，顺其自然吧。圣女，如果贵宗没有其他的事情，我可就离开了。有事。前几日，王叔同和众位长老谈了一次话，知晓了长老们的图谋。宗门打算让他和陈庆元结为道侣，虽说这是讲究缘分，但还是有些别扭啊。何事？想听真话吗？想。梨花宫的高层想要让我与你结为道侣。啥？他们说你天赋绝世，未来必是立于云巅的存在，若能与你结为道侣，百利而无一害。你们这些人都馋我的身子。陈庆元想到了很多类似的事情，感叹自己实在是太优秀了，引来了这么多的桃花。这过于英俊也是一种错误啊。圣女应该没这种意思吧？没有。那就好。看你的样子，很庆幸我没有对你有意思吗？我暂时没有寻找道侣的想法。原来陈公子看不上我。女人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，明明王叔同不喜欢陈庆元，可是又觉得陈庆元看不上自己，从而怀疑自身魅力，言语间带着几分埋怨的味道。难道圣女希望我对你动心，然后发生点什么？那倒不是。那不就得了。沉默了片刻之后，王叔同恢复了冷清的样子。不能因为陈庆元影响了道心。现在我可以离开梨花宫了吧？公子只是来此做客，又不是被囚禁了，随时可以离去。哎，如此便好。有了王叔同这句话，陈庆元的心里踏实了很多。晚辈陈清元拜见前辈。免礼。柳南生暗中观察过陈庆元很久了，对这位举世无双的妖孽甚是感兴趣。前辈可有事？本座听说过你的事情，对你很有兴趣。前辈镇压南域，日理万机，能对晚辈的事情产生兴趣，这是晚辈的荣幸。你很怕本座？这么明显的拍马屁，柳南生怎么可能听不出来？不是怕，是尊敬。本座邀请你喝杯茶水，你可愿意？自然愿意。我很想拒绝，但是我没这个权利。本座有一个问题，能否请陈小友解答？前辈请讲。佛门本来不问红尘之事，为何对你这般友好，甚至还将上人住持的舍利子相赠？这个事情其实我也不太清楚。当着这种大佬的面，陈庆元是没办法撒谎的，只能是如实相告。100年前，我奉师命前往东土，相助佛门镇杀了一尊魔头，事后佛门赠了我一颗佛珠。那个魔头死了？多年来，柳南生对东土之事并不上心。他突然听到魔头已陨，眼中掠过了一抹难以掩饰的复杂神色。佛门一直隐瞒着魔头之事，再加上才过了上百年而已，消息没有传出来，这也实属正常。你说的魔头是被镇压于佛顶之下的那个吗？如此恐怖的魔头，即便仅剩下一道残念，也不可能突然之间就被镇杀了。柳南生很是疑惑。是。镇压魔头之时发生了什么？我不清楚。虽然我在场，但可能因为魔威而失去了意识，等到我醒来的时候，魔头已经死了。你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忽然觉得陈清元可能在镇压魔头的事情上做了巨大贡献，不然佛门为何会将无上佛珠相赠？前辈折煞我了，我一个小辈最多就是看看热闹，哪能帮得上忙啊？开个玩笑，陈小友不必紧张。这个小娃娃恐怕是隐藏了不少的秘密啊。本座还有事要办，便不与陈小友闲聊了。师父找你说什么了？没说啥。看他的样子，应该没有谈到联姻的事情吧？有没有提起我？
那倒是没有。贫僧暂时需要回东土，以后有缘再见。有缘再见。这里偏僻，让圣女护送公子一程，以免遇上了危险。多谢梨花宫的好意。陈公子不必客气，你是我梨花宫的客人，自当要保证你的安全。这是梨花宫的一点心意，陈公子莫要嫌少。还有这样的好事儿？陈清源心中一喜，不过表面上还是推辞。无功不受禄，前面还是收回吧。如果陈公子把梨花宫当成朋友，那就收下；若不是，那老身就收回。前辈这么说了，晚辈厚脸收下，多谢梨花宫的好意。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陈清源要是还拒绝，那岂不是太不懂人情世故了？用那么一点资源就可以和陈清源结下一段善缘，这可是一件易事啊。以后若有空，陈公子可来梨花宫做客。啊，一定。喂，圣女，你冷吗？什么？你生来就是如此，还是因为修炼的功法？都有。要不是看在梨花宫想与你结交的份上，老娘才懒得理你。王书童甚是无语，这是哪门子聊天方式啊？与生俱来，再加上后天的努力，天赋异禀啊！若不是打不赢你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地州，魔渊的封印越来越不稳了。经历了漫长的岁月，封印逐渐动摇，必须要重新稳固。这件事当由我这个老头子去办，你就不必了。这怎么能行啊？林长生早就做好了赴死的准备，一直没去，他不是怕死，而是要向地州各大宗门收取保护费。再者，魔渊的封印还可以撑那么一段时间，林长生要让自身实力变得更强。我老了，本就活不了多久，而且我应该在很多年前便去往魔渊，一直拖到了今日，心中有愧于先烈。此去魔渊，就当是为了赎罪吧。你还年轻，青宗的未来还需要你。我若死了，那些家伙肯定会对青宗动手，必须有人要撑住。清源和君言这两个孩子是复兴青宗的希望，你定要护住他们。在此期间，独孤长空决定好好引导林长生，让他尽快领悟青宗的核心之道。同时，他还要将毕生所学传授给吴君言。长生一定不会让青宗断了传承。陈清源和吴君言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成长起来，若是没有长辈的庇护，技艺夭折，青宗总得留下一个高手为后辈扫平路上的一些荆棘。不要悲伤，应该高兴。希望青宗与魔渊的这段复杂因果，可以在这一世得到彻底的解决，不然后世子孙还是会走先辈们的道路，难求太平。这一世定要将魔渊之事了结。等到时机成熟，他要拉着天下所有强者奔赴魔渊，拿人命也要把魔渊填平，不能再让青宗独自承受这一切了。陪老头子下盘棋吧。好。而南域节选古星，十三爷，我能进来吗？进来吧。何事？这是最新的消息。虽说陈庆元经常前来听曲儿，但并不是单纯的来享受生活。百月楼不仅是附近最为热闹的地方，而且还和各大商会也保持着极佳的关系，花费点零食就可以打探到很多地方的事儿。
白月楼的很多姑娘想单独见一见13爷，不知13爷可否有空？没空。好的。素姐暗中调查过陈清源的来历，没有任何收获。突然冒出这么一位财大气粗的客人，又怎能不让人好奇？看看有什么热闹事。前期圣地，3长老与7长老的道侣偷庆而暴露，引来一场大战。古族姬家的老祖感悟天地之法，实力更上一层楼，各方道贺，百宴千酌。东土普显寺的一位高僧动了凡心，还俗入世。长庚剑仙欲要再登紫云山。有人在地州的紫云山发现了长庚剑仙踪影，推测剑仙可能要再战天道。应该过去看看吧。再战天道，这也就意味着长庚剑仙很有可能会陨落。玉简的消息貌似还没有得到证实，只是推测。若是我现在去了地州，没能碰上剑仙，岂不是浪费时间？陈清源还得寻找神秘河寺的有缘人，又哪能刚到南域就离开呢？况且这要是一则谣言，那去了也是白去，所以还是等着看吧。他竟然在南域。陈清源发现了一个熟人的名字，公孙南，外号鬼医。在昔日若非是鬼医帮忙，陈清源估计会很头疼。鬼医曾经得到过长庚剑仙的指点，对陈清源极为照顾，甚至还在玄经宗偷偷地待过一段时间。千羽星域倒是不远。根据玉简内得知的消息，鬼医在附近星域闹出不小风波，摆了一个药铺接待伤者，开价极高。所行之事全看缘分，陈清源决定过去看看。不知道鬼医今日是否有时间？时间还早，等等吧。据说东域城的孙老头上千年的旧疾都被鬼医给治好了，简直是神了。众人不敢高声说话，唯恐惊扰到屋内的鬼医。陈清源则是站在一旁沉默不语。走吧。鬼医有一个规矩，那就是如果黄昏来临还不开门迎客，那今日肯定不会出手医治了。鬼医姐姐，不欢迎我吗？这人是谁？由于陈清源隐匿了气息，所以鬼医没办法认出来。他有些疑惑，难道搞错了？你是何人？为何还不离去？鬼医并没有露面，声音从屋内传出来，质问道：我能进去讲话不？陈小子，多年未见，甚是思念啊，姐姐。你……公孙南不停地打量着陈清源，有很多话想说出来，却又不知该从哪方面说起。易容术很高明，连我都看不出来。小手段而已。红衣姑娘相赠的玉镯有着极为玄妙的力量，改变气息只是其中的一种妙用而已。姐姐怎么来到南域了？有事要办。什么事儿啊？你又帮不上忙，告诉你做什么？说不定我真能帮上忙。出于好奇，也出于报恩，陈清源认真地说：对啊，你现在今非昔比了。公孙南怎么可能没听过陈清源的事迹？他当时都一度怀疑是不是同名同姓的人。万古罕见的妖孽，同辈之中难寻敌手，背后站着数位顶尖大能。姐姐莫要取笑我了，这都是虚名。说真的，你一个人来这里，难道不怕姐姐我对你起邪念吗？不怕。为什么？是你有什么保命的手段，还是暗中有护道之人？你可是我姐姐，怎么可能会怕你？前不久我听闻了你的消息，立刻横渡新域而来，就想与你见上一面。即便这是假话，他也爱听，因为他在这世上没有一个亲人，真要是有了在乎的人，生活也不会变得这般枯燥和寂寥。这正是因为内心没有归属。就你嘴甜。
嘿嘿嘿嘿，姐姐，现在该你回答我的问题了，为何来了南域？告诉你也无妨。我需要一味药引，大部分生长于南域之地。这是因为年轻时候因为意外毁容了，用道术改变容貌是治标不治本的，如今只差一味药引便可成功。但是那味药引十分的珍贵，几乎被南域顶尖势力垄断了。公孙南开设药铺为他人治伤，其实也就是想着多赚一点零食，看看能否买到药引。姐，你刚才说的蒲贤九叶草的药引是不是这个？正是。你怎么会有？这东西我有很多，都是在百脉盛宴的古戒内搞到的，这些够了吗？不够的话我还有，但是放在另外的须弥戒指里，东西太多了，我得好好找一找。听听，这是人能说出来的话吗？原来这就是富人与穷人的差距吗？突然间，公孙南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贫苦百姓，眼前的陈清源则是货真价实的财神爷。姐，你发呆呢？这么多的蒲贤九叶草，你当真要给我？需要我付出什么代价？你是我姐，哪能算计你？以前你帮过我不少，这算是还人情了。你难道不知道蒲贤九叶草的价值吗？以公孙南的家底儿，其实是可以买得起这一株药草的，只不过由于药草极为稀少，大多数都已经被南域的顶尖势力掌控着。公孙南想得到这一株药草，就必须要超出市场价很多才能买得到。哼，不太清楚。一株九叶草市场价值高达5万块极品灵石，而且有价无市。此物可炼制破结丹，减轻渡劫期的困难程度，并且也能提高步入大成境界的概率。此药草还可以将其研磨成药粉，涂抹于容貌损毁的地方，重新塑造出新的肌肤。这么贵？所以你确定无偿赠予我吗？他虽然心动，但还是不愿意去占这个天大的便宜。想买到药草需要上下打点，并且一株根本就不够用。当然，送出去的东西哪有收回的道理？其实你不必感激我，当年相助你，完全是因为长庚剑仙。我知道，但那时咱们不相识，现在不一样了，收着吧。好，谢谢。要是姐姐觉得心里不舒服，以后挣了零食可以还给我。行，你今日赠了我如此多的灵草，我肯定不会长留于南域。回到北荒之后，不知去往何处。公孙南看似对未来的方向有些迷茫，可实际上他是别有深意。要是姐姐不嫌弃的话，可以待在玄清宗。如果玄清宗要是有鬼医镇守，那在伏流星域那片偏僻之地肯定十分安全。无名无分，有何可取？当初我想让姐姐成为玄清宗的客卿长老，可惜姐姐不愿。估计现在我邀请你还是……我同意了。啊？姐姐这次为何答应了？在外漂泊多年，居无定所，现在想有个落脚处，不行吗？可以。在很久以前，长庚剑仙点拨了一下公孙南，若能成为玄清宗的客卿，有利无害。不过你既已知这是机缘，便不可主动求取客卿之位，而是要得到邀请。旁边有一间空房，你可以去那里休息。好。因为剑仙的那番话，也因为你这小子。每当和陈庆元相处的时候，他就觉得十分的温馨，在这残酷的世界寻到可以停步休息的地方。这种感情不是男女之情，而是那种以前从未有过的亲情。清源，姐，世上像你这般的美丽女子可不多见。就你嘴甜。我说的可是实话。如果不是你的帮忙，我肯定还需要很久的时间才能恢复。公孙南记住了这份恩情，
容颜恢复，还剩下20多株蒲岩九叶草，他打算用来炼制丹药，一举破入大成境。嘿，咱别客气了，姐，你接下来是直接回北荒，还是另有打算？回北荒吧。公孙南觉得，在茫茫人海中遇到陈清源，是他这一生最大的幸运。独孤道友，有事直言。南域地殿之事，道友可有耳闻呢？自然听说了。昆仑界收集了世上许多的古老典籍，其中有一页残篇，写着太微谷地的事迹啊。根据残篇古籍的记载，我等可以推断出太微谷地乃是100万年前的绝代人物，也是人世间的最后一尊帝君呐。100万年前的远古大地令人神往，独孤长空沉默不语，他倒要听听这昆仑界到底想做什么。帝寿10万载，一世一帝兵，这是古籍所言，天道秩序，自古如此。然而太微谷地却截然不同，百脉盛宴的帝兵碎片，再加上南岳地宫的那口古钟，显然是2件帝兵啊。所以呢，若是能解开谷地行宫的禁制，必可得到惊天造化。届时独孤道友说不定可以寻到跨越断桥的机缘，直登彼岸啊。他想邀请独孤长空一同前往南域地宫，与昆仑界的一群老家伙合力打开禁制。里面有着无上帝兵，有着完整的地文法则，古殿内还藏着诸多造化。你当老朽这么容易哄骗吗？恕我直言，道友年迈，所剩寿命不过短短数百年，此时若是不搏一下，此后可没这样的机会了。齐昌宇继续劝诫，希望可以得到独孤长空的相助，这样打开地宫结界的机会就可以更高。老朽早已看破了生死，无心争夺造化，阁下请回办。道友真不考虑一下吗？道友可以放心，我等事先可以立下道心誓言，真要打开了禁制结界，定不会抢夺道友的造化。请回。道友。可是不管齐昌宇说什么，独孤长空尽皆不再理会。见独孤长空不肯答应，齐昌宇只好作罢。大帝知道这一事可能会出现，但那个人绝对不会是我们这群老东西。一个全新的盛世是容不下旧时代的人的。以前从未想过，我居然是青宗之人。师叔，老祖让师叔前往北荒，将青宗主脉之人全部接过来。趁着独孤长空还活着的时候，要为青宗铺好路。独孤长空威慑天下，现在不重塑青宗的根基，以后依靠着林长生和陈清源等人，这难度之高就可以想象了。好，主脉与这里相距极远，要是碰到了危险，那可就麻烦了。师叔放心吧，老祖都已经安排好了。此次我和师叔一同前往，另外还有佛门的3位禅师，以及道医学宫的众位大能暗中护道。原来如此，那就不用担心了。大师佛法精妙，比起上人主持也要强上几分。独孤施主高看老衲了。老朽知道佛门想借青宗的因果传到天下，这一点老朽不反对，但也请佛门可以真心实意地相助青宗，不然善缘变成了恶缘，可就不好处理了。独孤长空必须要考虑各种极端的状况，不能将青宗的未来托付给他人，而是要主动地将掌控权掌握在自己手里。佛门很敬佩青宗，万不敢行违心之事。老衲尚有一日活着，便不会让青宗出现独木难支的局面。如此便好。
要走？柳施主，故友重逢，不坐下来聊一聊？南漠国的初雪。这是南域一个小国的茶叶，十分普通，难登大雅之堂。不过此茶却承载了老和尚和柳南生的回忆。施主，能否给小僧一碗茶水喝？走开，别打扰我做生意。小和尚，进来坐，我请你喝杯茶。多谢女施主。小和尚走了进去，与这个陌生的姑娘对视一眼，看出了其不是凡俗女子，乃是修士。坐，我请你喝杯茶。阿弥陀佛。过去的记忆如同潮水般涌来，根本就止不住。若非他佛法大成，怕是将道心不稳。对不起。过了这么多年，咱们终于可以坐下来聊一聊了。柳南生为了等这一日，等了上万载，整整万年呢。青春一去，从指尖流走，再也回不来了。当年是贫僧失言了，有愧于你。若你心存怨念，任凭处置。我要你还俗，办得到吗？哼，开玩笑的。现在我可是梨花宫的圣主，没必要为了你这个老和尚放弃一切，损了自身的颜面，被世人嘲笑。老和尚笑了笑，没有回答。错过了，那真的就是错过了，没有再来一次的机会。你不怪贫僧吗？有缘无分，有何可怪的？当年贫僧不肯见你，难言之隐，还请见谅啊。不是贫僧绝情，是贫僧害怕刚刚重塑的佛心会因为再见你一面而崩碎。若无那尊魔头，贫僧愿舍弃一切与你相伴。只可惜没有如果呀。我晓得前因后果，可以理解。能牵动老和尚心弦的女子，自然是有着过人之处，善解人意。可越是这样，老和尚就越觉得对不起他。茶有些苦涩。确实。画面仿佛回到过去，小茶馆内，两人初见，小和尚喝了一口茶，微笑道：甘甜可口，多谢女施主。这种小地方居然有这样的茶水，难得。茶还是那杯茶，可人却不是当年的人了。茶水依旧回味无穷，苦涩的不是茶，而是人生啊。怎么了？不，我要整理一下衣着。您老平常随意的很，此刻倒是很注意个人形象了。师叔，咱们走吧。老方，你走错方向了，这边。哎呀，抱歉啊。浮云游子浑浑噩噩地活了上万年，而今寻到了根本，就像在黑暗中看到了一抹微弱的光芒，这心中之情言语难以描述。这就是青宗主脉。老方，别愣着了，到家了。家。方庆云听到这几个字，灵魂微微一颤。从今以后，他不用再漂泊浪迹了，青宗便是归处。是太师叔回来了，快去禀报。小师叔，这次回来有没有带好吃的？有，拿去吧。谢谢小师叔。师叔，我们也要。都有份儿，别急。陈清源就像是一个老父亲一样，给家里人都带了好东西。其实自从陈清源懂事之后，就开始为宗门尽心尽力了。要是没有他，这家里人迟早都得饿死。实力都有提升，很不错。行了，师叔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，别围在这儿了，赶紧滚蛋。清源，
这位道友是？这事说来话长了，咱们进去慢慢聊。道友请进。这事儿该怎么说起呢？臭小子，你就别卖关子了。诸位师兄师姐，可曾听说过青宗？我知道。七师兄请讲。是不是新期星域的青宗？200年前我外出历练的时候，从那里路过。七长老口中的青宗，乃是附近某个星域的小宗门。不是啊。不说太远的地方，就论咱们伏流星域，宗门多如牛毛，叫青宗的势力一只手也数不过来。小师弟，你到底想说啥呀？我说的青宗来自于地州。啥？地州？哎，咱们只听说地州的36宗，这是世上最可怕的势力，长老皆是大成修士，弟子无一不是天骄啊。不过众人思考很久，还是对青宗没什么印象。36宗之内好像没有这个宗门呢。看来大家是真不知道青宗啊，老祖宗真厉害，直接抹除掉了青宗的因果痕迹，后世子孙毫不知情啊。小师弟，你直说吧。行，那我就从头说起。30万年前，地州的顶尖势力分为一圣36宗，此圣代表着青宗，地位超然，凌驾于36宗之上。有一日，天地异变，一口魔渊出现了。数个时辰以后，陈清源讲完了青宗和魔渊的前因后果，并且还回答了众长老的许多问题。世上竟有如此大义的宗门，我等钦佩。哎，可惜青宗没落，化作尘土，令人惋惜啊。代代英杰不负祖上所托，甘愿前往魔渊赴死，不知救下了多少无辜的生灵。小师弟，你讲这些有何深意？如果我说咱们与青宗有一点关系，能相信不？哦，我们与你口中的青宗有一丝关系？小师弟，你是认真的吗？没跟我们开玩笑吧？啊，是有一点点关系。陈清源轻轻点头。看到陈清源认真的点头，长老们瞠目结舌，许久没能回过神来。小师弟，这种玩笑可不能开。你真的弄清楚了吗？肯定弄清楚了。没想到咱们玄清宗居然和地州的青宗扯上了一丝关系，不可思议啊！小师弟，莫非咱们玄清宗的开派老祖曾是青宗的某个外门弟子？在他们看来，玄清宗的开宗老祖是青宗的外门弟子，这已经是极不寻常的关系了。这个不是，也许是怕吓着师兄师姐，也许是带着几分恶趣味，陈清源没有直言，而是让众人继续猜测。我就说嘛，咱们之间只有一点点关系，开派老祖怎么可能是青宗的弟子？估计是某位老祖啊，曾经得到了青宗弟子的指点，这个可能性倒是大点儿。小师弟所说的一点点关系，应该只有这么多吧？哎呦，小师弟啊，你赶快说吧。其实咱们玄清宗就是青宗。你说什么？我说玄清宗便是青宗，当年青宗不是灭亡了，而是搬迁到了伏流新域，化名玄清，隐世不出。数十双眼睛盯着陈清源，时间都好像在这一瞬间停止了，无风无声，就连心脏仿佛也停住了。小师弟，这种事情可不能拿来开玩笑，咱们要心存敬意，岂可胡说？对呀，你小子还是和以前一样幽默，只是这事不好笑。小师弟，虽然你天赋异禀，但师兄们还是能做得动你的。若你口中的青宗真有如此大义，
我等需要敬畏和感恩，不可调侃。没有一个人相信，都开始指责陈庆元在胡言乱语，不知尊重。老方，你看吧，来的路上我就说了，家里人肯定不会相信。这事儿搁在以前，换做我同样不信。咱们打赌，你输给我1万块零食，等下记得给我，不许赖账。方庆云感受到了陈庆元眼里对零食的渴望，面对师兄师姐们的指责，陈庆元不做解释。这位道友，晚辈方庆云，青宗支脉，第673代弟子，见过诸位师叔师姑。什么情况？青宗支脉是我们刚才聊的那个青宗吧？这位道友看起来比咱们的年纪都大，居然以晚辈自称。如此梦幻的一幕，搞得所有人脑子都是一团浆糊，不知所措。小师弟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众人搞不清楚，将目光放到陈庆元身上，毕竟方庆云是跟着陈庆元来的。刚才老方说的没错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次我回来，就是要将玄清宗迁回地州。啥？不用着急，你慢慢消化。方道友今年贵庚？董问君看不出方庆云的修为和年龄，他压制住内心的震惊，客气地询问着。回董师叔的话，晚辈今年18600余岁。多少？18000余岁。这岁数比任何人都大，被一个将近2万岁的老头称呼为师叔，这种感觉也太奇怪了吧。道友称呼我们为师叔，是不是弄错了？绝对不会有错。冒昧问一句，道友的修为已至何处？董问君接着问。大成后期。方庆云并没有自豪，反倒还有些羞愧地低头了。身为青宗之脉，并无主脉传承的压制，自小修行各种顶尖道术，且还有诸多资源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修炼了将近2万年，竟然还没有抵达大成巅峰，也实在是天资有限，甚是惭愧啊。什么？这放眼整个浮流星域，也没有一位大成期修士。不可能吧？众人还从未见过大成修士，都有些慌乱。另外，方庆云不会是吹牛吧？小师弟，他这是……啊，老方确实是大成修士，也是咱们的晚辈。若有疑问，庆云可以慢慢解释。别那么客气，您请上座。可众长老哪敢把方庆云当成一个晚辈啊？辈分有序，不可逾越。老方，你们慢慢聊，我先出去透透气。是，师叔。为了缓解氛围，方庆云开始询问玄清宗的各种事，了解了一下这个大家庭的具体情况。但凡是方庆云提出的一些疑问和问题，众人都会详细的解答。这次回来有什么事情吗？那天的会议，鬼医并没有参加，他不喜欢这种琐事，所以还不知情。确实有事儿。严重吗？这个应该算是严重吧。姐姐知道地州的青宗吗？有所耳闻。公孙南去过地州，他知晓很多事。玄清宗便是青宗。听到这话，公孙南的心脏骤停，眼眸从平淡转成了浓浓的惊色。这些年他一直待在玄清宗，不问世事，对外界发生的大事是一无所知。我听到什么了？玄清宗便是消失了无数年的青宗。清源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确定吗？这事儿有些复杂，我慢慢说吧。那一日青宗遗址出现，我本来是想着去凑个热闹。陈庆元开始讲述那段吃瓜之路的故事，
一不小心把自己就搭进去了。姐，青宗没有表面上看到的风光，仇敌众多。这次我回来，便是要将玄清宗迁回地州。如果姐姐不想被地州的因果琐事牵扯到，现在还可以卸下客卿长老的身份。既然成了玄清宗的客卿长老，岂能退礼？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公孙南的眼神很坚定，丝毫不动摇。他在乎的并不是青宗的机缘，而是陈清源这个人。这小子唤我为姐姐，身为姐姐，哪能因为危险就弃他而去？姐，你不好好想想吗？陈清源强调了一下地州的危险，现在和青宗扯上关系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啊。怎么，你很想姐姐离开？我肯定没这方面的意思，只是不想让姐姐后悔。我不会后悔。行，那姐姐收拾一下东西，过段时间便要前往地州了。宗内还有很多事情要忙，陈清源也不便久留。望着陈清源离去的背影，公孙南许久没有收回目光，他被这件事惊得不轻。陈清源乃青宗传人，代代英杰，无一庸才。众多势力的老家伙感叹青宗的气运太大了，即便走向没落，还是能受到顶尖的妖孽。青宗重建，天下局势将要发生大变了。我等若不想受到波及，那就老老实实待在家里，不要理会闲事。咱们北荒的四圣宗等一流势力前去地州恭贺，也只能被安排在外殿落座。据说那场宴席甚是豪华，随便拉出一位宾客，便是大成修士，镇压一方。没想到浮流星域的玄清宗居然有着这么大的来头，还好以前飞星宗没有与玄清宗结怨，不然事情可就麻烦了。莲虚宗和南陵宗等等一直与玄清宗不对付，这一次玄清宗崛起，这些宗门肯定很头痛，不知道该如何解决。你们还记得东夷宫吗？就是那个差点与玄清宗联姻的宗门。肯定知道了，想当年听闻陈长老回来了，不知能否与他一见呢？抱歉，陈长老有事要忙，没法与诸位道友见面。理解。众人点头，满脸笑意。与各宗修士打交道，还要说着各种各样的客套话，倒也难为这几位长老了。此刻玄清宗的后山，这么大的工程可不好办呢。这些问题没啥可担心的。方庆云有着乾坤妙术，再加上躲在暗处的各脉强者，足可以将整个玄清宗移到地州了。而让人头疼的到底是什么呢？其实是玄清宗众弟子的压力。老方，你觉得咱们什么时候启程比较合适啊？愿为我等护道而行的众位大能，时间宝贵呀，咱们不能一直拖着，得尽快。啊，要不7天后咱们就动身？可以，就按你说的办。啊，对了，老方，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儿啊？没有吧？你打赌输了，欠我的零食还没还呢。哦，哎呀，这事儿啊，哎呀，瞧我这记性。是说给毒品即人品。陈清源则是毫不迟疑地收起零食，笑着夸了一句：完了。当年缥缈宫看不上玄清宗，趁着长孙枫叶参加百脉盛宴的时候，某位长老欺主了柳灵染。后来陈清源找回了场子，这双方的梁子也就此就结下了。怎么办？咱们与玄清宗的关系还可以缓和吗？圣主，你有何想法？虽然缥缈宫乃是北荒的一流势力，但是和地州的庞然大物还是比不了啊。若是能和青宗结缘，虽有风险，但未来更可以更进一步。即便不能结缘，
也得化解那段恩怨呢。本座不知道。不管怎么说，咱们总得先去道歉吧。以前没道歉，现在想去表达歉意，会不会有些晚了呢？但晚了也得去啊，他总比不去强啊。让谁去？这个，没人愿意出头接下这任务。很明显，前去道歉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事儿，没谁想丢脸。要不让圣子前往？咦，这话一出，众人眼前一亮，觉得这个建议很不错。圣子还在闭关，尚未有出关的迹象。自从长孙枫叶得知宗门欺辱柳灵染的事情以后，就闭关不出了。若是自身强大起来，谁敢欺负他长孙枫叶看上的女人呢？他要将禁术修炼到更高境界，要么成功，要么就疯魔。后山禁地出事儿了，灵气紊乱，古碑出现了裂纹。快去！紫色的道痕。根据宗门典籍的记载，以前古碑有变，皆是黑色裂纹，这一次怎会不同？究竟是何意思？找到了。什么？老朽翻阅了所有古籍，终于查到了一些有用的消息。古书记载，缥缈宫的某位先祖修炼禁术，曾引得古碑异变，出现了紫色道纹。禁术？难道是圣子引起的？接着一道响声而起，一个身着紫色长衫的青年从密室内踏出。枫叶，你现在是什么情况？难道圣子的意识被第二人格占据了？莫不是禁术反噬？看他的样子有点不对劲呢。即便当年动用禁术，眼里也有几分清明，不似此刻这般冷漠呀。众长老都是心生不妙，担心长孙枫叶修炼出了岔子。站住！你要去哪里？可这种时候，1000人哪能让长孙枫叶离开呀？必须要留住他，为其检查一下身体，赶紧消减掉禁术造成的反噬。滚！圣子竟然让圣主滚开！天哪！父，松开！1000人感知到了这一丝杀意，对禁术更加忌惮了。根基稳固，没有任何的奇怪之处，并无禁术反噬的痕迹。以我推断，圣子可能将两种性格相融，不走禁术的原本之道，另辟蹊径。目前的情况，古籍上没有记载，我等只能静观其变。再不放开，他日我若执掌乾坤，定要灭你等满门，或者现在就把我杀了，以绝后患。这话一出，惊呆了所有人。即便是见惯了大风大浪的数位老祖，也是不禁哑口无言，呆若木鸡。活了一大把年纪，就没见过狠起来要灭自家满门的。臭小子，你醒醒！本座是你师父，在场长老皆是你的长辈。那又如何？你记得这些事情？那也就是说，关于缥缈宫的一切事情，长孙枫叶皆没失忆。既如此，他还敢对自家长辈露出杀意，那岂不是说他真疯了？你认识为师，还敢如此不敬，反了！有能耐你杀了我，不然就放了我。长孙枫叶记得过去的事，可他缺失了七情六欲，简而言之，他体会不到人世间的情感了。荒唐！1000人不想被长孙枫叶牵着鼻子走，没有同意。可谁知下一刻就出现了变故。长孙枫叶的四肢虽然动弹不得，但还是可以掌控体内的灵气。于是他心念一动，一抹灵气从眉心而出，化作了一柄短刃。暗红色血液骤然涌出，画面极为血腥和惊悚。快阻止他！
高层经过一番商议，决定放了长孙枫叶，任其离去。一直关着长孙枫叶，这也不是一办法。他真要是铁了心自杀，总是有一次能成功的。暗中跟着，不要让他闹出乱子，同时要保护他的安全。去哪里呢？只要将重要的东西带上就好了，其余的留在这里布下法阵，以后有空可以回来看看。忽有一阵寒意随风而来，陈庆元看到了一道身影，有些熟悉。疯子，为何我要来这里呢？不对劲儿。陈庆元明显感觉到长孙枫叶眼睛里有着寒意，这不像是故友重逢应该有的态度啊。第二人格吗？疯子，你有事吗？没事。长孙枫叶认得陈庆元，他也记得过去的事儿，只不过他没有了情感，所以冷漠如冰。你的情况好像不太正常，需要帮忙吗？身为兄弟，陈庆元多少还是有些担忧的。不需要。我现在还有事情要忙，没空与你闲聊，要真没事我可就走了。出发！陈庆元一声令下，战船启动，开始消耗大量的灵石。一炷香以后，战船消失于天边。师叔，刚才那个年轻人一直追着咱们，距离越来越近了。哦，老方，你去将他带过来。疯子，你咋回事啊？刚刚问你，你说没事儿，为何还要追着？不知道。也许是曾经第二人格被陈庆元暴揍过，迟疑了一会儿，如实回答：你修炼出岔子了吧？陈庆元说了一大堆，长孙枫叶接不回答。你该不会是为了柳丫头吧？没办法，陈庆元只好使出杀手锏了。谁？哟呵，长本事了！别说你不记得凌冉了啊！记得，但与我无关。你认真的？当然。长孙枫叶低语道：来，再说一次。在陈庆元的引导下，长孙枫叶说了不少的话，比如不在意、不喜欢、无所谓等等。不是兄弟不帮你，是你脑子有问题。小师叔，这是你要的各脉弟子的身份信息。要不了多久，玄清宗便有重归地州，门内弟子的来历和信息，陈庆元需要一一核实，不可有错。哪怕是一个外门弟子，也要认真调查。谢谢了。不客气。从始至终，柳凌冉没有和站在一旁的长孙枫叶打招呼，眼神平淡地扫视了一眼，仅此而已。长孙枫叶记得和柳凌冉的点点滴滴，可是感受不到一丝的情绪。人都走了，别看了。没看。就你嘴硬，你到底发什么疯了，变成这般模样啊？长孙枫叶恍若不闻，不做回答。不说就算了，反正以后有你苦头吃的。这位便是小师弟所说的师叔祖吗？身为玄清宗的核心长老，都曾看过历代长老的画像，其中有一幅护宗长老的肖像图，与独孤长空极为相似。敢问您是漓江河老祖吗？是。漓江河这个名字是独孤长空以前的名字，后来他到了地州，隐姓埋名，成了灵鹤门的老祖。真的是参见老祖，拜见老祖。好，免礼。谢老祖。你们去休息吧，也可看看老朽为你们准备的洞府是否满意。多谢老祖。
青云，你带着他们四处转转。是。路上发生的事情，青云已经告诉给老朽了。师叔祖，弟子有一个冒昧的问题，不知可否讲出？你说。您老还能撑得了多久啊？此话有些不敬，可陈庆元需要知道留给自己的安稳时间还有多少。100年左右。没有延寿之法吗？活了这么久，老朽已经知足了。独孤长空摇了摇头，早就看开了生死之事。其实凭借独孤长空的能耐，想要得到延寿之物不是难事，与天斗再活个上千年也不是问题。您若先逝，青宗派是扛不住汹涌而来的洪流。前路艰难，但师叔祖相信你可以挺过去。青渊，你的天赋很高，古今罕见，仅你一例。若你不忘初心，坚守原则，定可笑傲当世，缔造出属于你的时代。您老高看弟子了。陈清源不敢想那么远的事情，只求可以经营好青宗，让宗内的弟子有一个安稳的修炼环境。唉，可惜老朽看不到你立于大势巅峰的英姿了。弟子告退。这孩子藏着很多的秘密，这个时代是属于他们的，似我这样的老东西很快就要让出位置了。你还不准备离开吗？缥缈宫的2位长老正待在外面，还以为青宗把你囚禁了，快要急死了。陈庆元对缥缈宫的人没一丝好感，直接让那2位大成修士吃了闭门羹。与我无关。哎，要不这样，你直接退出缥缈宫，加入我青宗得了。听到这话，长孙枫叶转头看了一眼陈庆元，一言不发。你一直留在这里，到底有何打算？陈庆元问道。算了，你愿意待就待着吧。去哪儿？出去走走。我也去。你去凑什么热闹啊？闲着。让你去可以，但是你得听我的。这扇门通往何处啊？法则波动不是很强，应该没太大危险。老方，你进去看过吗？进去过，里面别有洞天，虽然有一些小禁制，但顶多就是受伤，不会伤及性命，很适合历练。哎，如此便好。诸位，此处秘境必有风险，入内以后必定要多加小心，尽量结伴而行，不可单独行动。无论你们取得什么机缘，宗门皆不会索要。记住，安全最重要，量力而行。是。进去吧。走。老方，麻烦你进去看看，不要出了乱子。有我在，放心吧。你不进去凑凑热闹？用不着。闲来无事，咱们喝几杯茶，下几盘棋。你输了。再来。来，怕你不成？我可没耍赖，是你自己不行。这一步棋不算，重来。长孙枫叶估计学会了陈庆元以前的路数，眼见形势不对劲儿，直接回棋。依你。无聊。嘴硬这方面，你最近比我强。疯子，怎么了？陈清源嗅到了一丝不对劲儿的味道。师叔祖，这处秘境可能有一丝异常，如果等下您老联系不上我们，
记得出手啊！